观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频道武术新传遇见陈安茂老师。我们今天很荣幸再次在镜头前遇见了武术大师陈安茂老师，赶快一起在镜头前跟陈老师打声招呼。老师你好，大家好，观众朋友你们好。老师，朋友想在底下询问请教您，请问老师，最近要分炉，发现婆婆给的祖先资料和户政的有出入，包含年份、日期都有出入，那这该如何是好呢？老师，这个拜托你一下了。很多朋友最近都有类似相关的问题，想跟您请教。观众讲的分炉，实际上应该讲是分火，不是分炉。分火，香火永传，而不是香炉永传，所以应该是要分火。那我们可以回头来想看看，民国58年以前生的人，他们的报的出生的年月日，可能跟实际上他的不会一样。那民国58年以后报户口好像都要出生证明，所以何况是在民初的时间点，所以可能我们的户籍单位调出来的，为什么跟先人留给我们的会不一样？那到底要以哪一个为主？是。如果要问我会认定的是公婆给的会比较标准，户政机关的它不见得标准。但是户政机关里面有人讲说，那走的、死的到死亡的那个时间点，到底是标准还不标准？现在有些人在那个老人家走的时候，他名下的一些不动产、现金，搞不好他就利用那段时间赶快做一个变更的动作，他报的死亡绝对不可以在他变更的前面，所以搞不好连到户籍单位去报的死亡日子都不见得是标准。所以这一位观众朋友，你问我那要怎么办？以什么为主？我会建议以老人家口耳相传的那个才叫标准，是户政单位的反而不一定标准。OK。所以我们可以模拟一下，你看很多近代的就好，对，光在这个老人家100岁年老，他名下的东西要做变更，是为什么会赶快急匆匆在报死亡的前面就赶快变更好？对，所以不一定户籍里面的是对的。OK， 好，谢谢老师帮我们解答这一题。以这个长辈口耳相传的为主啦，对不对？因为有时候晚报或者是之前资讯不是那么发达，就很像以前我年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被警察开罚单啊，因为那时候没有网路嘛，所以他查一查，没问题 ，pass 过。到了民国不知道这个几年之后，网络时代之后，你之前有罚单还没缴就被调出来，有网路跟没网路差那么多。这是题外话，开个玩笑。再次感谢老师你的时间，我相信这一部影片也对这个朋友应该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。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老师。好的，朋友，谢谢你的收看。记得有很多朋友看了我们的影片，还有70%的人没有按订阅，赶快按暂停键帮我们订阅一下，把影片分享出去，才可以让更多朋友一起来认识陈安茂老师哦。期待下一次影片见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